庄周和蝴蝶，它必有分异，它肯定是有区别。都是庄周，你这样的一个画和那样的一个画，它肯定不是一个东西，一个画。但是呢，庄周可以梦为蝴蝶，蝴蝶也可以梦为庄周。也就是说，他们通过状态的这个变化，也就是说，在万化它这个循环往复、始终若还，它其实都是相当于一个画变成另外一个画，它可以用庄子的语言可以理解为状态跟状态之间的这个。它的这个逻辑性是很强的。这样的话，只要以 A 事物能变成一个 B 事物，说明它中间肯定有一个联系。这个庄子呢称之为一个画变成另外一个画中间有5种不化，在使它联系起来。这个不化呢，就指的是，如果说庄周是一个主体，那蝴蝶是个客体；反过来说，蝴蝶是个客体，主体庄周是个客体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知道通过庄周梦为蝴蝶，蝴蝶梦为庄周，或者说经过这个万化，这个相互与物为化、相互转化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些思考。我们知道这个主体跟客体之间的那个反理啊，那个壁垒就被拆除掉了，没有必要了，中间没有一个不化联系的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说刚才我们讲了一个结论，说是任何一个片段的话、孤立的话、一个局部的东西都跟整体有关系。跟万化有关系，跟全宇宙的这样一种大化流行有关系，这就是我们说最早的天人合一、万物一体的思想，已经在这个里面已经蕴含。可能它这个表达的没有那么清晰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它迟早的事情，因为它万物一体，它就是通过事物跟事物之间的这个相互联系、普遍联系呢，论述。这种东西我们在很多地方呢都会看到它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。你比如说这个大禹治水的时候，在这个满世界跑治水，大禹治水忙着呢，突然听到路旁有妇人在哭，妇孺孩童在那儿哭。大禹说：“停下，我来看看他们在哭啥呢？啥事？我现在治水这么忙，这赶往下一站，停下，这是啥情况？”然后说：“你有啥困难呢？遇到什么不幸的事情？”大禹就握着那个妇人的手流泪。告诉这天下所有人的疾苦，我和我，这也是讲的是万物一体，也是讲的是我们和客体之间。现在我们知道它是讲的是共情的能力，讲同情心，讲仁义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说不管你说什么，它讲的是我们和这个当然是有联系。加沙的事情、乌克兰的事情都和我们有联系，不仅仅说是什么钓鱼岛的事情、台湾的事情、琉球群岛的事情跟我们有关系，这些部分的事情跟我们也有关系，只不过说你有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问题，这仅仅在现实上仅仅是这些情况。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啊，
就说我们再回想一下庄周梦蝶的这个故事，庄周跟蝴蝶，或者说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，庄周可以写成一切名词，也就是说一切事物跟一切事物之间，它们都是万物一体。这样，既然这样了，那我们怕啥？怕的天天在那地方瑟瑟发抖的那些人，他们为什么虚弱？为什么说在精神上萎靡？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归属在自己的那个皮囊当中，以自我为中心。要打破这个，打破以自我为中心。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在历史上，在这个现实当中太多了吧？太多了吧？我说是99%，大家认为我夸张了。